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21号。昨天比特币收盘已经是正式跌破了很重要的这一个箱体高位的支撑 28.8K， 或者今天视频来聊一下，再利用这两张图形，一个是比特币周线里面历史上几个大头肩顶跟大头肩底的形态，历史上基本上突破的位置都会重新压回，所以现在是不是压回会跌到这个位置，还是说短线等下来跟大家讲，也就是上一次程序交易的信号，当时是在$27,700附近是有给了一笔顺势做多的多单，而且止损1%，盈亏比是1:5，然后后面比特币涨到31000附近，或者是3万也是接近1:5的区间，或者是最近程序其实最近也是有给一些多单，包括昨天也是有给了一笔$28,600附近，后面是有一波反弹到接近29000啊。不过我个人观点就是短线多单尽量短一点，估计都是菜钱哦。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短线是没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哦。不过等下再来跟大家讲长线，我个人观点再利用这一张图，有可能目前都是在压，包括昨天晚上马斯克新建是非常的漂亮，然后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估计这个位置支撑是很强，而且最近是有发现狗狗币又有金鱼是在买入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图是这样子哦，它短线的一个图形，前面在高点的时候，这一根 K 线是有跟大家讲过，是一根败象啊，因为看到的迹象就是下方是有量，但是它 K 线不是收实体收在高位，而是收一个小小的一个上影线十字星，类似一个十字星或者是螺旋。那现在昨天的一个价格是这样子哦，它一根大跌以后，如果强势的一个情况，必须马上遇到一根多底，就是至少类似这种一根下跌以后马上遇多底，或者是类似这种下跌以后马上多底。昨天是重心在下移，那重心在下移，刚刚有讲到的程序，也就是上一次程序在这个位置给了一笔多单的信号。那我的观点是，这个短线的一个支撑位也是很接近这个矩形箱体的一半位置，这个位置尽量看会不会成，因为毕竟跌了2天，也是有看到一些现象。好的迹象就是 K 线实体在收小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指标的形态啊，目前日线的 KD 或者 MACD 还是双时差的结构，还有一点就是4个小时，它这边连背离都还没有看到，所以最近如果要做短线，如果有看到程序短线的信号，我个人观点是尽量短一点啊，或者是昨天是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有反弹的一些理论，它是遇到上面的一些压力，是有一些压力，现在是又下来的话，那我的观点就是跟大家讲的，上一次程序是在这个区间，短线看不要破。然后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也就是比特币周线里面这一个区间整理，为什么跟19年的一个区间有一点不太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19年的量价形态，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19年的这3根 K 线跟之前周线里面比特币的3根整理的 K 线是非常的像，它突破不一定要放量，就是这一根突破不一定要放很大的量，但是如果要继续涨，后面必须要量跟上，而且实体也要跟上。但是这一次是不同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3根整理跟19年的是非常的像啊。后面上涨的时候，它量能不一定会跟上，但是你如果要继续攻的情况下，量能就必须要跟上。这一次那现在压回来，我个人观点是我们去留意比特币在周线里面它历史上的几个顶部或者是底部啊，20年的这个区间。它疫情的这一个头后面是上去，这边再做了一个右肩突破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次回踩，而且昨天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在顶部的高位这边一个倾斜的头肩顶，就是这个位置跌破的时候，当时是反到这个48000的高位，大约是在2022年的3月份，就是这个高点，它也是在反这一条倾斜的颈线的压力，后面是跌破，所以这一次我们尽量要反一点嘛，如果他真的要去回踩这一个25000，或者是历史上会不会有例外，还是说这一次真的就是例外，我个人到现在
目前还是蛮长的结构，还是一样啊，整个中线要受得住这种考验，类似上一次25000到2万的这一个区间也是受住考验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高斯线啊，高斯线也是一样，就是历史上它在这个5天的高斯线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2015年这个位置突破，它后面也是有回踩，或者是再突破也是有回踩，像这种回踩的位置也都是买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这个位置19年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它没有回踩，最终是压回来再回踩，这个位置也是有继续一次上涨，但是后面是又回踩，回踩的这个位置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它是在回踩哪一个位置，也就是这一个区间2018年的整个区间的一个支撑区，就是这个区间啊，后面是疫情爆发的时候再一次压回，也就是下方这一个底部的一个颈线突破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回踩过，所以也会有这种黑天鹅事件来回踩。那这一次我们尽量就观察一下，既然如果是看5天的这个高斯线，它突破了这个高点有压回的位置，我个人观点也是不排除有没有可能回踩这个颈线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狗狗币的这个周线，它这个牛熊线啊，之前在压回来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有低点尽量买啊，因为目前的结构，比如说22年的10月份，也就是这一个黄色框的位置，当时马斯克收购推特以后，这边是涨了1倍到2倍啊，它跟20年的这一个底部，当时20年7月份的这一根是非常的像，后面是重新洗回来，洗了100多天啊，那这一次也是重新洗回来，洗了100多天，而且这个位置我个人观点，它既然是重新站上了这个牛熊线，类似这个位置重新站上了牛熊线，是不是要再整理3根，还是说这个位置有可能整理时间会不会拉长？因为现在是在判断，如果比特币整理时间拉长的话，就类似这个区间，它的时间比20年的这个时间是更长，所以也有可能这个位置会不会继续横。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日线的形态，现在是跌回来，上一次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也就是这个位置当时是有鲸鱼在买入这个狗狗币啊，所以目前这一个 0.08 的支撑还是非常的强。不过现货我倒是不担心，就是期货的朋友，这个 0.08 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位，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钱包排名的地址，可以去留意一下，最近第5名的好像又有在减持哦。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19名的，上一次是在4月7号的时候首次，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钱包，现在是排名在19名，到目前的话都没有做卖出的动作。然后就这2天4月20号的时候，昨天又发现有一只鲸鱼是买了，应该是买吧，接近6亿枚。我们可以去看一下4月20号，也就是昨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昨天买的，刚刚是有跟踪了这个钱包历史上的转账，好像都是6亿枚转了10几个钱包。如果去追溯那一个 block 的话，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的这个低位的区间。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进去去跟踪历史上钱包的转账记录。反正目前观点还是不变，就是比特币当下的位置，我们尽量去观察，也就是这个支撑，现在是不能再破了。破的话，有可能就是会不会再真的破到这个下箱体下方。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